Steam 主機的價格一經公布，可以說是所有人都炸了，包括 Valve 自己。不含手柄的 512G 配置都要賣到1049美元的售價，確實是非常昂貴。而且如果你貴也就算了，你性能跟得上，也許還能說得過去。但是就目前放出来的測試結果來看，這台機器不僅貴，而且有些遊戏下的性能表現還不如6年前的 PS5。这一下子就讓售價高達900美元的 PS5 Pro 成為了香饽饽。但是 Steam 主機的高昂定價就一定是因為威社貪婪嗎？我只能說這台主機是真的生不逢時。作為一台尺寸僅有16厘米高的方塊迷你主機，按照現在美國 DIY 市場 ITX 配件的市場價，你配一台相近配置的 ITX 小主機所需要花的錢其實也并不便宜，且根本不可能做到同样大小的便携。国外知名硬件博主 Gamers Nexus 給出了自己的配置單，他們的 512G 版本比 Steam 官方低了71美元，2TB 版本比官方低了211美元。有的人看到这裡可能就会說了，你看威社把 512G 的 SSD 換成 2TB 就直接漲價300刀，明明只差140，不是說人民的威社機器都不賺錢的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Gamers Nexus 這兩套配置單是用了這種35刀的雜牌電源的機械硬件才配出來的配置，更別提 Steam Machine 前期硬件設計、後期人工拼裝和非標準化配件訂購的成本以及機箱體積上如此小巧的情況了。事實就是高價低配其實已經是電腦 DIY 市場的現狀了。我這麼說，國內的小夥伴肯定是不樂意的，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看到一些網友拿着人民幣報價跟 Steam 主機一樣，但是配置卻比它高的 ITX 配置單出現在我的評論區了。中國的供應鏈體系是出了名的發達，在國內配一台電腦，只要你不上被制裁的5090，肯定是要比國外便宜的。而且其實在我看來，你應該好好利用這個優勢啊，自己動手組一台 Steam 主機，或者直接把手頭的筆記本刷成 SteamOS， 千萬別傻乎乎的去買黃牛的溢價貨。不在乎體積的話，上 ATX 的配件還能讓性能更上一層樓。我這種國外漢真的是羨慕都來不及好嗎？更重要的是 Valve 自己也是支持你這麼幹的。最新的 SteamOS 3.8 已經可以裝在任何 PC 硬件上，且官方在態度上也明確的支持了對於玩家自制Steam 主機的肯定。雖然說現在僅限 AMD 的 GPU， 但是英偉達的支持也已經在路上了。或者你還可以刷對 N 卡支援更好的8代的系統。Steam 主機也許很貴，也真的會死，但 SteamOS 的生態在我看來一定會活下去。隨着 Steam 主機的發售，這個開源系統其實也進入了全新的階段。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聊為什麼 Steam Machine 相對於遊戲主機會賣得這麼貴，以及 SteamOS 的系統生態在未來都有哪些可能性。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我是老九。早在去年 Steam 主機剛公布之後不久，內存大漲價的時候，我就已經出過一期節目，做出了它不會便宜的預測。1個月前，我又專門聊過 Steam Deck 漲價到950美元的這件事。所以當今天看到這台 Steam Machine 直接破1000美元的新聞，我只能說這完全在我的預料之中。上次我的觀點是 Steam Deck 漲價100到150美元是合理的，但是300美元是過分的。它在漲價上架之後又立刻售罄，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它本來就沒有多少存貨，沒有多少貨還要強行漲價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玩家心中設立一個價格錨點，好給上千美元的 Steam 主機打預防針。只是現在看來，這個預防針應該是根本就沒有什麼卵用。AI 面前眾生平等，沒有人能夠逃脫內存和 SSD 漲價的魔爪。前段時間蘋果的 CEO Tim Cook 還宣布即將因為硬件成本的上漲而上漲蘋果產品的價格。如果連蘋果這種擁有數億用戶，在採購議價權上擁有絕對優勢的科技公司都已經快頂不住了，你就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了。當然，有的人會說了，你之前不是批評索尼和微軟漲價嗎？怎麼現在威社漲價漲了這麼多，就只聊硬件的成本問題呢？這裡還得重複一下我上次的觀點，那就是我們必須分清兩個概念，硬件成本上漲是天災，而遊戲與服務的失敗是人禍。現在的傳統主機大廠正在玩的是一出移花接木的把戲，他們為了給投資人交出一份好看的成績單，強行把天災和人禍綁在了一起。在解釋為什麼要對玩家變相加稅時，他們絕口不提那些自己投資暴雷、血本無歸的失敗遊戲，而是把所有的鍋都扣在了硬件成本這個聽起來最無辜、最不可抗拒的借口上。而在半導體採購這個極其看重規模效應的行業裡，索尼和微軟手裡千萬級別的出貨量，能讓他們在配件廠商面前把價格壓到極致。而威社僅有100萬級別的硬件出貨量，根本就沒有人會跟他們去談所謂的合約。如果你
你看了他们工程師的最新訪談，你就會了解到內存供應商對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批貨大概就是這麼多錢，要還是不要？如果 Valve 說不要，那供應商就再也不會回來找 Valve 了。而且別說 Valve 了，如果你關注過內存的價格，看過 Gamers Nexus 的採訪，你就會知道做了多少年內存的 G.Skill， 他們對面的供應商對他們也是一樣的態度。索尼跟微軟手握議價權的優勢，本來是完全有能力對沖一部分硬件上漲的壓力的，但是很可惜，他們在這個時代用一個接一個的失敗遊戲，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索尼這邊服務型遊戲翻車的爛賬自不必多說，好在他當年趁內存便宜的時候囤過一批貨，靠着這批庫存以及自己現在在 3A 主機領域市占率絕對一哥的地位，撐到年底 GTA 6上線不是問題， PS5 還能維持現在的價格，但微軟那邊是已經撐不住了。上周 Xbox 內部剛剛發出100天業務重置的備忘錄，這2天就接連傳出裁員和工作室關閉的消息。而索尼和微軟這兩家一系列裁員和關閉工作室的動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削減成本，以維持對主機硬件售賣的補貼。為什麼遊戲主機一定要虧本賣呢？因為他們很清楚，只要用戶選擇了他們家的主機，他們就可以從這個用戶在這個平台上的消費行為中抽成。硬件不掙錢不要緊，只要你肯進來花錢買遊戲，肯花錢訂閱會員，後面他們總能把硬件虧的錢給賺回來。所以你會發現，這些遊戲主機的遊戲生態是絕對的封閉系統，因為他們要確保你買了這台機器就必須在他們的系統上買遊戲玩遊戲，不然如果你換了其他的系統，他們可真的就血本無歸了。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看到御三家對破解的遊戲機從來都是毫不手軟的，一般都是封號扳機加連坐，因為這觸犯到了他們最核心的利益。而 Steam 的主機本質上是一台 PC， 你買回家可以裝 Windows 玩 Game Pass， 可以去 Epic 買遊戲，可以去 GOG 買遊戲，或者下載盜版直接開玩，甚至可以什麼都不在 Steam 上買，單純裝個 Windows 系統來辦公。Valve 沒有用任何手段把你鎖在它的生態裡，所以它也根本不敢用硬件的虧損去換用戶。虧本賣硬件的這個邏輯在封閉的系統裡成立，但是在開放的 PC 生態裡根本就行不通。別說什麼不可能，當年的 PS3 就是因為補貼後的超低價格，再加上它當時還可以裝 Linux， 直接被美軍大批量採購。Valve 在自己的聲明中也強調，我們把 Steam Machine 看作是 PC 遊戲的延伸，而不是主機。傳統的主機模式是虧本賣出硬件，然後用訂閱服務或是銷售與硬件綁定的遊戲來彌補收入。我們認為對於單項業務來說，短期內是沒有問題的，但長期而言，開放的生態系統對顧客更為有利。PC 遊戲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PC 遊戲領域的開放性使其得以成為數十年來硬件和軟件創新的主要驅動力。PC 遊戲的優勢在於讓您可以在自己喜歡的硬件上玩自己想玩的遊戲。Steam Machine 是這些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而且我們也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但它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我們也不希望它成為唯一的解決方案。Valve 的這一套思路其實並沒有停留在自我表達的層面，而是正在一點一點地影響整個行業的走向。當這種開放生態開始被證明在體驗和效率上都具備優勢之後，其他廠商也不可能繼續無動於衷。而想發揮自己在 PC 上優勢的公司其實不止 Valve 一家，微軟也已經在布局了。下一代 Xbox 螺旋計劃雖然能不能刷別的系統我還不知道，但是已經確定的是，它可以從 Steam、Epic 或者是 GOG 這種遊戲平台直接下載遊戲，而不是只能走 Xbox 的商店。這就注定了微軟一定會脫離這種補貼硬件的玩法。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 CEO 阿莎沙瑪會把螺旋計劃描繪成所謂的高端遊戲主機，其實就是在給它不受補貼的高昂定價鋪路。但是這種不再補貼硬件的玩法，會讓 Xbox 陷入和今天威社同樣的困境，在硬件價格的競爭力上也勢必會和 PS6 拉開非常大的差距。那有人可能就要問了， Xbox 螺旋計劃這麼一台昂貴的機器，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獨占，也不打算把你鎖死，它在商業上到底是圖什麼呢？微軟是腦子壞掉了嗎？其實這一切都和 SteamOS 的出現息息相關。SteamOS 這個系統可以說是微軟必須要正面硬剛的對象，因為它直接威脅到了微軟的 Windows 生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其實 Steam 早在11年前就出過一款 Steam 主機了，名字也叫 Steam Machine。不過那個時候的 SteamOS 還十分的難用，完全比不過 Windows， 也沒有出現 Proton 轉譯層為 Linux 系統直接轉譯 Windows 上運行的遊戲，所以沒有遊戲廠商願意為了一個既沒有裝機量也沒有好用操作系統的機器去專門做一個遊戲的 Linux 版本。當年的 SteamOS 幾乎就是一個半成品，不僅驅動混亂，性能調教糟糕，連基本的用戶體驗都不行。可是今非昔比啊，現在的 SteamOS 不僅在 UI 和操作邏輯上已經達到了主機級的體驗，更在兼容性和穩定性上做到了驚人的提升，是一個純粹的遊戲系統。在 Legion Go 這種分別搭載了 SteamOS 和 Windows 11的兩種版本的掌機上，你會發现儘管許多遊戲在 SteamOS 上是通過轉譯方式運行的，按道理說性能應該會有所下降，但實際體驗中 SteamOS 的流暢度往往反而超過了 Windows 11。Win 11可以說是嚴重的拖了玩家的後腿。作為一個面向各類設備的通用操作系統，它必須同時兼顧辦公、教育、觸控操作、企業管理，甚至是 AI 助手等多種功能。結果就是系統被层疊加的服務和後台进程拖得越來越重，占用了大量的系統資源。而遊戲廠商這邊的風向也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風向標就是 EA。近期 EA 發布了一條反作弊工程師的招聘廣告，職位描述裡白紙黑字的寫着要為 Javelin 反作弊系統開闢支持 Linux 和 Proton 的方法。這是一個極其諷刺但也極具行業里程碑意義的信號，因為在過去 EA 曾經是堅定的 Linux 反對者，他們曾經以 Linux 環境難以管控、容易滋生作弊為由，極其冷酷地取消了 Apex 英雄在 Steam Deck 上運行的權利。但是當 SteamOS 的用戶基數跨過臨界點，強硬如 EA 這樣的大廠也不得不向市場低頭，連遊戲大廠都開始倒戈，這才是真正讓微軟感到後背發涼的地方。因為在過去的30年裡，微軟對 PC 遊戲領域最穩固的護城河，就是對買電腦玩遊戲必裝 Windows 的絕對壟斷。可如今 SteamOS 用實打實的流暢度和不斷壯大的生態，正在把 Windows 從 PC 遊戲的神壇上硬生生地拽下來。各大 OEM 廠商過去之所以對 Windows 逆來順受，不是因為 Windows 有多好用，而是因為在 PC 遊戲領域別無選擇。但是時代變了， SteamOS 的免費和開源在迭代了11年之後，再一次給了厂商們一個公開叛逃的理由。試想一下，未來的掌機和游戲本市場同樣的硬件配置，裝 Win 11賣3999，而預裝 SteamOS 的版本因為沒有系統的授權費，直接可以定價3699，系統運行遊戲還更流暢，還能插在電視上直接當主機用。面對這種降本增效的誘惑，哪家硬件廠商能不心動呢？開源的 SteamOS 會像當年的安卓一樣，迅速成為硬件大廠們對抗微軟壟斷、釋放自身硬件利益的最佳武器。到那個時候，微軟失去的可就不僅僅是玩家，而是整個硬件供應鏈的倒戈。雖然說對於企業級用戶來說 SteamOS 幾乎沒戲，但是對於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尤其是遊戲玩家來說， SteamOS 無疑非常的有吸引力。也正因為如此，微軟在未來推出的螺旋計劃和其通用的 Windows 遊戲版系統，就是衝着 Steam 主機這個客廳 PC 概念和 SteamOS 這個操作系統來的。Steam 主機確實很貴，但是 SteamOS 卻不要錢啊。威社其實已經把選擇權交到你的手裡了。我是強烈建議，如果你手頭的台式機或者是筆記本就是純粹用來打遊戲的，且 GPU 是 A 卡，那你完全可以刷上 SteamOS， 把它當成纯粹的遊戲机，插上電視就可以直接當成 Steam Machine 來玩了。如果配置還很高的話，你甚至可以吊打 Steam 主機，擁有更好的客廳 PC 體驗。如果你是 N 卡，那也不要緊，可以先刷8代的系統，等年底 SteamOS 那邊的 N 卡適配到位了再換也不遲。微軟下一代遊戲主機做成開放平台，甚至主動引入 Steam 和第三方商店，本質上並不是突然良心發現了，而是在為一個它無法避免的未來做準備。因為當 SteamOS 開始動搖 PC 遊戲必須依賴 Windows 的這個根基的時候，微軟真正要面對的對手就已經不再是索尼，而是 Valve。 而這場戰爭的核心也不再是誰的主機賣得更多，而是誰的操作系統能夠更好的成為下一代個人電腦的默認 OS。Later. 在這台 Steam 主機公布了高昂的售價之後，有些觀眾跑到我2025年介紹這台主機的舊視頻下面冷嘲熱諷，問我說就這高價低配的玩意兒到底贏在哪？做了什麼 Xbox 做不到的事？對於這種言論，我只能說，你拿2026年巨變之後的行業現狀去清算2025年市場環境下的預測，這不叫客觀，這叫刻舟求劍。在那個內存和 SSD 暴漲還沒有引起大眾注意的2025年，很多行業邏輯確實成立，但到
到了今天，面對全球已經翻了快7倍的存儲芯片價格，之前的很多觀點其實已經過時了。評價一件事情永遠不能脫離它所處的時代週期，世界在變，數據在變，我的觀點當然也得隨着客觀事實的發展而演變。如果有一天 Steam 真的開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收割玩家，那我批評起來也絕對不會留任何情面。但我今天真正想說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在這個行業劇烈震盪的時間節點上，我們每一個玩家都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清醒地看清楚自己手裡的選擇。傳統主機用封閉換來的低價硬件正在因為一個接一個的爛賬而崩塌， PC 的開放帶來的前期高價也正在因為競爭和生態的成熟而慢慢被攤薄。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天然地站在玩家這邊，它只是在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方式試圖讓你心甘情願地把錢掏出來而已。索尼和微軟是這樣， Valve 也是如此。Steam Machine 是真的貴，但它背後的那套硬件開放、生態開放、系統開放的邏輯，是這個行業裡難得還在認真下注的一場博弈。至於這場博弈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我們拭目以待。Anyways， 歡迎收看頻道，感謝大家陪伴。如果你對 Steam 主機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